大家好，我是老纪呢。上期呢，我们讲到燃煤机组呢掺烧10%的氯胺发电呢，每年可以消纳氯胺是3亿吨，氯胺市场的空间巨大。那么，为什么我们设定的掺氨比例是10%？煤胺掺烧技术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纯氨发电有没有可能性呢？那么简单来说呢，煤胺掺烧就是把一定量的氨呢掺入到煤炭中呢进行混烧，这样燃烧的可燃性和稳定性呢就会增强。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减少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的排放，从而达到减排的目的。在这个掺烧过程中呢，氮以氨基自由基为主要的中间体，向生成一氧化氮和氮气两种方向进行转换。具体的转换路径呢，受燃料和氧气量决定。此外呢，氨喷入方式以及喷入的位置呢，也会影响氮氧化物的排放。那目前呢，在工业锅炉中的煤胺掺烧呢，已经实现了从8.3兆瓦到40兆瓦的这个跨越，氨气掺烧率呢从0的突破到掺烧25%，并且呢，在这个范围内呢实现了稳定的燃烧。然而呢，燃煤电厂的大规模掺氨燃烧呢，现在仍然是很难实现的。我们以最早在燃煤电厂探索掺氨燃烧技术的日本为例。日本最大的火电公司日本能源公司在2017年到2021年这几年呢，在他们的碧南电厂100万千瓦煤电机组上成功实现了1%的掺烧。2021年呢，他们制定了2021到2025日本氨燃料的路线图。2023年开始进行掺氨20%的试验，计划2030年实现掺氨50%，2040年开始纯氨发电。那从日本的氨燃料路线图来看呢，掺烧比例是逐步提升的，这主要是高掺氨比条件下呢，还存在着燃烧困难以及氮氧化物排放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的煤电低碳化改造方案中要求10%的氨煤掺烧比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当氨的混合比呢小于10%时呢，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呢与使用煤炭燃烧时差不多。而当氨的混合比例超过10%呢，随着氨混合比例的增加，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呢也会逐渐的增加。不过呢，这几年呢，国内外的学者呢，利用不同的设备装置呢，来模拟实际的锅炉环境，例如一围炉啊、平焰燃烧器，还有滴管炉等等。那借助这些不同的实验装置呢，氨煤混燃的点火、燃尽、火焰传播、污染排放物、颗粒物生成等不同的研究目标呢，都得以被研究突破。这就意味着呢，高超氨比发电或者纯氨发电是可以实现的。我国的燃煤锅炉掺氨燃烧的研究进展呢，也是世界领先的。比如烟台的燃煤锅炉混氨燃烧技术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在40兆瓦的燃煤锅炉上实现了35%的混氨燃料的燃烧，锅炉运行平稳，效率超过了同等负荷下的纯燃煤的工况，氮氧化物的浓度呢也是低于纯燃煤工况的。氨气的燃尽率达到了99.99%，也就是4个9。那这个项目呢，在2022年的1月呢，正式的投运了，已经顺利通过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技术评审，并计划呢，在更大的煤电机组锅炉上呢，进行掺氨的燃烧试验。那按照日本的氨燃料的路线图呢，2040年就可以实现纯氨的发电了。到现在呢，也就不过10几年的时间。我们上期讲到呢，按目前我国的年发电量，掺10%就可以每年消纳3亿吨的氨。那如果我们全部采用纯氨的发电呢，理论上就要消纳30亿吨的氯氨。如果再加上车船燃料、储氢载体以及化工原料等等应用呢，氯氨的理论市场空间是十分巨大的。不过呢，目前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呢，氯氢的产能呢，还与需求之间呢，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距。按照目前我国国内企业数量计算呢，中国氯氨行业的总产能呢，大约是每年450万吨。那补上这个差距，就是一个商业机会。好，关注博道，把握财富机会，掌握未来权利。我们下期见。